哎呀，有些事就是要弄明白。G7上市之後，終於算是看到光陽端出了一台比較有話題性的白牌速克達。現在6月機車銷售數字出來了，光陽 G7在2026年6月掛牌數1814台，衝上台灣機車單一車款銷售第9名。不是光陽內部第9名，而是整個台灣機車市場所有機具、所有車款放在一起 ，G7進到第9。上市至今累計銷量也來到了2320台。光陽傾盡全力，甚至號稱當代巔峰之作1814，這個銷售數字到底代表什麼？這一台被網絡嘲諷時間比上市前後加總起來的時間還要長的車款，為什麼現實市場上真的有人願意掏錢買單？先講結論 ，G7在6月賣了1814台，這個成績不能說它已經稱霸市場，因為你看看高階速克達G7前面還有誰？是說三陽界的新改款即將在暑假旺季上市，這代表 G7接下來要面對的競爭壓力只會更大，不會更小，刺激刺激。總而言之，考量到 G7 新車蜜月期，這個銷量仍然算是相當漂亮。雖然沒有改寫整個白牌運動速克達市場的格局，但 G7也確實為光陽響起了重新出發的號角。這對光陽來說其實蠻關鍵的，畢竟光陽最近的銷售主力靠的還是偏國民車、實惠的通勤車款。但 G7 很明顯不是這個路線，它沒有主打便宜或者超省油。G7 賣的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東西，那就是所謂的擋車操控感。從 G7 的前身 KRV 就跳脫舒適圈，開發出市場風險較大的白牌速克達結構、固鎖式引擎、PTN 傳動，還有獨立後搖臂，組合起來真的很毒。所以不論是 KRV 或是 G7，以我來看，光陽想要賣給消費者的是舒適、穩定，還有其他白牌速克達列強無法比擬的操控感。只要我自己體驗下來 ，G7 比較有趣的地方，甚至可以說是比較迷人的地方，就是 G7 有一種全時樂趣。不管是上班路上，假如想要跑遠一點 ，G7 都會讓我覺得騎車這件事情本身真的很享受。又好玩。OK， 言歸正傳，回到這一次6月銷量，我覺得有來說明一件事，那就是市場上真的有一群人要的不是最便宜，也不是最熱血，而是一台每天都騎得舒服，偶爾想要騎遠一點也 OK。重點是操控起來要有獨特爽度的白牌速克達，這一群人很可能就是 G7 潛在的核心客群。再來，我們看看品牌層面，6月份台灣機車總市場是67330台，所以整體看來，三陽現在還是非常強，強到什麼程度呢？就是三陽光是 DJ125 跟全新 DJ125 兩台合計就超過1.3萬台，這非常誇張。三陽用國民車的基本盤把市場直接吃下來。以品牌總量來看，光陽跟三陽還是有很大一段的距離。這裡就講一個比較現實的事情。G7 對光陽來說不一定是拿來衝銷量數字的車款，真正衝大量的還是 K1 這種通勤主力。像 K1 150 6月份就賣了4444台，雖然這個數字有點耐人尋味，但還是非常猛。我想 G7 比較像是光陽想把品牌形象拉回來的一張牌，銷量也許倒是其次，至少我個人感覺得出 G7 上市之後，光陽的存在感似乎變得比較強，討論度也算是近年來最高的一次。不管是酸也好，支持也好，官網也罷，網絡上真的有開始的討論光陽何時掉老三之外的話題，這對光陽來說其實是有價值的。但問題來了，聲量稍微有了，銷量目前也算是及格。我想接下來真正刺激的是高階速達市場即將被新款 Z 衝擊的 Q3 和 Q4。如果 G7 接下來還能維持在每月銷量1200台到1500台左右，那我才會覺得 G7 才算是真的站穩了。因為那就代表不只有首波嘗鮮客，而是後面真的有人持續買單。至於我個人本身自己會怎麼看待這個銷售數字呢？其實我覺得它賣得起來不算太意外。因為 G7 這台車有個很特別的地方，它不是那種你一騎上去就會馬上高潮的車，而是當你每天騎、好騎、一直騎，才會越來越理解它到底在幹嘛的車款。像我騎着它通勤、雨戰、跑山、雙載、長途，甚至還騎去參加 KTM 的越野活動。當然
G7去越野這件事情本身就有點荒謬啦。但也正因為這樣，我反而更確定一件事：G7的穩定性還有它的操控性，確實有它獨有的特色以及味道。順帶一提，私心來說，撇開那些日常務實取向的速可達，我還是希望有車廠，帶一些浪漫情懷，願意持續開發一些真正有創新意義的設計，就像 PDM 這類的架構，不一定每個人都需要。也不一定每個人都會買單，但它至少證明白牌速可達不一定只能往便宜、省油、代步這條路走，它也可以有操控、有樂趣以及更多的想象空間。我認為這類工程浪漫之舉對台灣速可達市場長遠來說，雖然未必會立即反映在銷量上，但絕對有它存在的價值。OK， 回到今天的主題 ，G7 6月銷量第9名到底代表什麼？我覺得它代表3件事：第一 ，G7 還是有懂車的人願意為它買單，這已經是很具體的市場回應。第二，光陽終於有一台能重新參與白牌運動速可達討論的車款，不一定每個人都愛，但它至少讓市場重新看見光陽在這G7的企圖心。第三 ，G7 還需要時間證明自己不是新車首波交車紅利。接下來的幾個月，如果銷量還能穩住，那G7的故事才是真正的開始。光陽的產品力、口碑、後勤、保養成本，還有車主長期使用回饋，值得再觀察下去。也真心希望G7的投產率也可以跟 RTS 一樣穩定。OK， 影片的最後，我想問問，如果你是G7車主，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當初為什麼會買G7？你覺得G7最大的吸引力是什麼？最大的疑慮又是什麼？在此也期待你的分享。我是克里斯，我們下次見，拜。